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方向为骨，热爱为魂，荧幕内外诚意的自我平衡之道。荧幕上，理性与热望交织，成就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；而荧幕外，他自律与真情并行，照亮了身边每一个人。某天无意间听到一期播客，讨论着方向感与生命力的话题。方向感如同船上的锚，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方向，而生命力则像一张扬帆，捕捉每一阵推动前行的风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程毅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重来。程毅在山海的杀青会上这样说道，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方向感与生命力的平衡。仅有方向感，人的步伐可能精确但冰冷；只有生命力，又会像烟火一样，虽绚烂但易逝。而程毅的独特之处，正是在于他能够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体。拥有其中任何一种品质就已经是难能可贵，而他能把这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，实在是难得的存在。每当片场灯光亮起，程毅总能迅速进入状态，走位精准，眼神里充满了戏。可是，谁能想到刚入行时，他连镜头的边界都摸不清。导演一句人怎么不在机位里了，曾让他手忙脚乱，但年轻的程毅并没有被慌乱击倒。他自己总结出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。这份几乎倔强的坚持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底色。随着《莲花楼》等作品的热播，程毅吸引了更多的关注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的态度。他让李莲花这一角色自由地在观众心中生长，而他自己则悄悄转身，投身下一段旅程。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个普通演员，从不把自己置身于虚浮的高位。他把每个角色当作一场必须全情投入的战斗，而他说，出工就是打仗，这背后藏着对创作的极高要求。然而，戏外的他却常被粉丝称为萌萌的。直播时，他会专注于玩童年时代的钓鱼玩具，一边自嘲好幼稚，一边认真完成每个步骤。当被要求展示健身成果时，他像个孩子一样耍赖，转头开始吃东西。他也会在简单的环境中，坐在纸盒垫着的电脑前加班，明明自己也在忙碌，却不忘关心他人的辛苦，时不时道一句各位老师辛苦了。每当谈到打戏的拍摄，他谦逊地将功劳归于幕后工作人员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辛苦。他的言语中充满了谦和，那句果果们辛苦了，让你们熬夜了，更是让粉丝感受到了一份被理解与尊重的温暖，丝毫没有明星架子。这种不设防的纯真与情感流露，展现了他在角色光环褪去后依然保持鲜活、真实的内心。他对世界的善意，如呼吸般自然而然。受伤的五行兄弟，他会默默地上手套。为了粉丝，他会亲自开大灯为大家照亮前行的路。得知直播环节可能诱导消费时，他立即取消，并温和地提醒大家按需购买就好。这份温暖不是人设的包装，而是源于他对人本身的真切珍惜。他会驻足聆听两个孩子在雪地里讨论给雪人围脖，雪人晚上会冷。在他眼里，这样微小却温暖的善意，比任何东西都更为珍贵。在空闲的下午，他会泡一杯茶，不为讲究什么品类，只是为了享受片刻的宁静。他向往有一天能在巴黎街头发呆，或是骑着单车，随心所欲地游荡。每一位他塑造的角色，仿佛都注入了真实的生命力。他演绎的李莲花，从武林巅峰坠入烟火凡尘，那种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释然，如同古玉般温润内敛。
羽丝凤背负着金翅鸟的原罪，每一次飞翔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选择，把深情与孤勇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应渊帝君的清冷孤高，唐周的潇洒不羁，玄烨的偏执疯魔，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灵魂，竟能在同一具身体下迸发出震撼心灵的火花。他并非仅仅扮演角色，而是让角色在他体内复生。当被问及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时，他简单而深刻地回答：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，陪家人看病，学着挂号，陪长辈喝茶。”在烟火气息浓厚的日常中，他找到了自己努力奋斗的真正意义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，流淌而过的每一秒钟，他都用心去体会。这或许正是为什么他的角色总能打动人心，成为观众生命旅程中的朋友与引路人。因为赋予角色灵魂的，正是一个清楚自己方向，又懂得珍惜生命每一刻的人。方向感与生命力的交汇，成就了程毅的完整人格，既有清晰的边界感，又有温暖的包容心，既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，又懂得欣赏沿途的风景。程毅曾经说过：“你看到什么，你做什么，你的心境就会变成什么。”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与世界的关系，也正是这句话成了他艺术人生的注脚。方向感让他始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而生命力则赋予他始终看见美好的眼睛。下次当我们看到他在综艺节目里为一句歌词沉思，手指无意识的画圈时，当他在新剧中演绎又一个令人心动的角色时，当他在直播里天真的耍赖，或突然因为感动而泪流满面时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演员的成长，更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。方向感与生命力并非此消彼长，而是能够相互滋养，共同成长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程毅用方向感锁定了自己的航向，用生命力温暖了每一个同行者。当两者融合时，成就了一种独特的平衡艺术，既能在荧幕上呈现丰富的人生百态，又能在生活中诠释真正的意义。真正的方向不在远方，而在脚下；真正的生命不在张扬，而在深处。或许真正的破局之道，正是程毅式的温柔革命，无需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做选择，而要让两者成为灵魂的双翼。毕竟，最深邃的方向从内心生发，最蓬勃的生机永远朝着光而航。